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冯特炮，我是各位的中国人实习生导师 ，A.K.A 中间选民波特王。想听听波特王对于于朦胧案件的分析。我不是于粉丝，但是听闻消息痛苦万分。你好，波特王，请问能说一下中国内娱的于朦胧事件吗？这件事情可能牵涉了很多明星艺人或高官在墙内被压下来了，希望你能让更多人注意到这件事。这周陆续收到一些这类的观众留言，希望我聊聊于朦胧案件，但我事前不熟悉这位中国影星，也没有看过他出演的戏剧作品。不过这么多人想听我讲，我就去研究了一下这事件。而在我了解此人遭遇到的事情之后，只能说是中共国的韭菜悲剧，也认为整起命案疑点重重。但刚好现在有太多接受中共大外宣的台湾人，他们觉得当中国人好像很不错，所以本周影片我们就透过了解于朦胧的遭遇，来实习一下墙内中国人的生活。1分钟广告过后，马上进入今天主题。今天影片继续进行之前，要先感谢 Surfshark VPN 赞助本集影片。现在网络世界可说危机四伏，充斥各种妖魔鬼怪，有的盯着你信用卡号码，有的想偷你账号密码，甚至还会有骇客专门蹲点公共 WiFi 等你上钩。别怀疑，这些可不是都市传说啊，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网络风险。若想要安心上网、自由遨游，你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动作，打开 Surfshark VPN。Surfshark 采用军规级加密技术，将你的所有网络数据加密，还能一键切换 IP 位置，上网不留下足迹。有心人士也难以窃取你的个资账密。不管是最近出国游玩，或是在家放松追剧的朋友，只要有上网，记得使用 VPN 保护自身个资安全。特别是如果你会连公共 WiFi 的人，切记一定要开 VPN， 不然你的社群账号、银行卡 App 真的有可能变成共享资源。除此之外 ，Surfshark 还有其他厉害的附加功能，像是 Antivirus 防毒软体，提供用户自动防护功能，也可以主动侦测扫毒，帮助你扫描病毒，排除有害文件，有效远离钓鱼网站威胁。立刻点选影片下方连结 surfshark.com/PorterKing 或使用优惠码 PorterKing 可获得额外4个月 Surfshark 服务哦。李宇轩说，这事件很难说明得很完整，因为中共在墙内已经针对此事在进行维稳，很多资讯都是片段，我只能依序组合起来。那如果有我没有提及到的部分，也非常欢迎知情的网友下方留言补充。OK， 我先快速说明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起初是在9月11号下午1点59分，有一位墙内的狗仔发微博爆料说于朦胧坠楼身亡。这消息一开始没有被证实真伪，该贴文也只有文字加上几张现场的照片，说有向工作人员求证过坠楼的人就是于朦胧，而照片中有一张是命案发生的窗户纱窗特写。一开始中国网友还能讨论说那纱窗坏得很诡异，质疑谁会没事割开然后跳下来。那出事地点是北京朝阳区的豪宅建案阳光上东社区，而当天时间到了下午，于朦胧工作室就发了声明，证实了坠楼身故消息，享年37，还很年轻。不过虽然证明了那位狗仔爆料无误，但诡异的是，于朦胧工作室自行代替警方公告，说警方已排除刑事嫌疑，明显想让整起事件定调为意外失足。那于朦胧作为一位在中国拥有2000万粉丝的男影星，突然这样离世，本来就会引起高度关注，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排行第1。也就在此时，开始有知情人士爆料说，于朦胧其实不是意外失足，而是被人丢下楼，还丢不止1次，丢了2次，手段非常残忍，甚至还有这样一段影片是直接拍摄案发地点的窗户，也就是我们刚看到的那张爆料照片。但因为影片的部分是在前一天晚上偷拍的，所以画面暗暗的，不过还是可以很清楚听见于朦胧撕心裂肺的求救声。有着惧高症的他遭人倒挂在5楼窗外玩弄。提醒一下，接下来的片段可能会让人感到不安，是真实被迫害的记录影片。如果共感能力比较强的朋友，可以考虑先把声音关掉，这一小段看字幕就好。虽然我也觉得很有可能会被黄标，但我认为我有必要放出来这段，因为这段影片在墙内已经被和谐了，所以这边放出来的同时，也是替这位苦主做备存，望有朝一日他能沉冤得雪。此外，也有报道指出，于朦胧坠楼当晚，现场有多位中国演艺圈知名人士在场，说当晚于朦胧是被设局在一个聚会，被灌药又灌酒，然后被迫与男性发生关系。事后对方还丢了2颗劳力士表给他，想用钱来打发于朦胧。我也看了许多相关资料，整理几则重点和各位分享。于朦胧是在25岁出道时就被盯上，据传当时业界有女大佬要潜规则他，但他拒绝，于是被封杀3年，消失在大众视野，没有工作机会。等到了
2017年，好不容易又获得工作机会，出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在事业稍微回暖时，却又被另一人盯上，想潜规则他。而此人被挖出来，名叫辛奇，原名辛小熊，是一位电影制片。那你说一位中国电影制片有这么大权力，能对艺人怎样吗？可能没有，但偏偏辛奇不是普通的电影制片，而是中共高官的红二代。根据新闻报道，辛奇疑似就是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的私生子。这位制片红二代的背景在墙内可以说是非常硬，而且蔡奇还是被习总重用过的红人，专门负责中国网络的监控维稳。辛奇的背后有这样的靠山，墙内又是人治社会，一切共党说了算，就知道基本上没人能对辛奇怎么样了。红二代在中国的确可以为所欲为，就算他把中国演艺圈当成轻柔，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辛奇一开始是爱慕于朦胧的，他先以组织粉丝后援会的名义接近，实际目的是借此贴近监控于朦胧。和于朦胧混熟后，就以于朦胧的名义注册了2间公司，期间软硬兼施，让于朦胧签合约。等到绑定合作关系后，辛奇就开始想潜规则于朦胧，但于朦胧是有底线的人，他依然抵死不从。可是碍于辛奇背后的势力，于朦胧实际上也没有办法对他怎么样，可说是求助无门。在这绝望之际，于朦胧碰巧发现他名义下的2间公司居然被对方拿去洗钱，当中共的白手套。于是于朦胧就默默收集证据，最后成功掌握关键洗钱证据后，就跑去注销公司，并将证据存在 USB 中。估计于朦胧原本是想以此当谈判条件，来摆脱辛奇多年来的骚扰，但因为掌握了中共高官洗钱证据，而去触碰到党的利益，在中国官官相护的情况下，肉身还在墙内的于朦胧反而引来杀身之祸。刚大家前面看到的那个求救片段，其实也不是刚好拍到的，而是一开始辛奇想要设局于朦胧，就找狗仔来拍。本来辛奇是想利用桃色新闻来威胁，结果最后却意外拍到于朦胧生前求救画面。这些消息在墙内爆出来之后，可想而知，中共的舆情压制马上就来了。微博、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大删文，从热搜第1到人间蒸发，于朦胧就这样被消失在公众视野。但更恶心的事情还有，于朦胧的工作室又再次发声明洗地，这次他们利用于朦胧母亲的名义，打算平息网友们的质疑，说于朦胧是喝醉意外坠楼的，请大家别再猜测。但这声明发出，于朦胧母亲本人显然也不买单。就在隔天，于朦胧的母亲自己在网络上匿名发文，并附上了盖了指纹手印，证明是本人。匿名原因是因为中共已经禁止讨论于朦胧死因，可是一位被夺走亲生骨肉的母亲，怎么可能甘愿这样安静？于母心有不甘，于是才改用匿名方式来发声。他不提于朦胧本名，改说自己是窦娥的母亲。也补充一下，《窦娥冤》是元代关汉卿的杂剧，讲述善良妇人遭诬陷，被贪官屈打成招，因为都是冤案，才用窦娥的名称来替代。那于朦胧母亲的声明大意是希望能替枉死的孩子讨回公道，凶手对外谎称是一场意外，是假的，说自己手中握有孩子出事前后的关键片段、知情人证词记录等，足以证明非意外，而是一场蓄意伤害。说自从孩子离世后，我数次奔波求助，但凶手仍逍遥法外，甚至压抑真相。我的孩子曾是那么阳光善良，他不该带着冤屈离开，更不该让凶手用意外2字轻描淡写他的生命。恳请每一位有良知的同胞，若你曾了解我儿出事前后的蛛丝马迹，若你愿意为正义发声，请帮我转发这份告冤书，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还我儿一个公道，还世间一个公道。我愿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于朦胧事件目前进展大致是这样，我自己在看这事件的第一个想法是，连一位在墙内拥有2000万粉丝的男影星，拥有高度关注，都能这样被迫害丧命了，那更遑论是一般中国民众。不管你有没有名，只要是在中共统治下，在中共高官的眼中，你我都跟韭菜没有差别。我节目的观众也有一些是专门翻墙来看的小粉红，希望这些小粉红能借此认清一件事：你整天歌功颂德的伟大祖国，你吹嘘的中国 GDP、城里的高楼，这些都不是重点，也都跟你无关，因为你我在共党的眼中不是人，只是他们的人矿。反共的人讨厌中共，不是因为那些高楼大厦，而是因为中共统治下的人民没有人权，只有中共高官的命才是命。即便你现在在墙内是一位既得利益者，你或许拥有比其他中国韭菜还不错的工作，也都只是暂时的而已。看看于朦胧过往发文，他有不爱中国吗？那些爱国文章他发过的也不少，但被中共高官小孩盯上了，照样尸骨无存。等有一天中共的铁拳砸到你
头上时，除了你现在正在看的我，你所讨厌的像我这类的反贼之外，真的没有人能替你发声了。以及你就想想，于朦胧这种在中国有高知名度的艺人，都能被全面封锁消息了，那不难想象，墙内天天有类似的命案发生，但却没有人知道，因为其他人更默默无名。因此，小凤你就要省思一下，你在配合中共做大外宣，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的同时，你越成功，其实越是在伤害你自己。你的国家强大了，没有人能救你了。以及台湾确实不少人已经不排斥成为中国韭菜喽。有些人吃饭吃腻了，突然想吃便便喽。他们看到的都是你们吹出来的粉红泡泡，但你内心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是假的。《义勇军进行曲》唱了那么多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难道是唱假的吗？中国人如果自己带种啊，我跟你说真的，全世界都会帮你推翻中共。但如果中国人心甘情愿为奴跪着，那于朦胧不会是最后一个。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事件有何看法？欢迎下方分享，也欢迎其他观众留言补充更多于朦胧的案件细节。那今天影片后半段带各位来看几则频道上的送头留言。波特王是骑墙派的代表，那什么骑墙派？我现在就是中间选民，这不叫骑墙，这是支持台湾主流民意。但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留言啊，我影片转型之后，真的偶尔会看到这样的言论出现，不禁感慨万千。究竟是奥斯卡欠我一座小金人，还是这些网友真的没有逻辑思考能力，听不懂别人讲话的含义？你就算是不懂中间选民这个用意啊，但你应该要听懂我说的。我带你了解完真实的中国，如果看完之后你还是觉得中国不错，想要被中共侵略当中国人，那就说明你对中国是真爱。你机器人注定被这共党的小韭菜哎就看唱戏嘛。万一台湾真的这么多人这样，那也只能说是命。那这些如果你听不懂，我建议你不要上网，真的拜托你，在这个假资讯泛滥的时代，你真的不适合上网。难怪台湾认知战输这么惨，真的是有原因的。又想到之前还有一票人连不露脸的比特王跟有露脸的波特王都分不清，我整个无言。不过我也说了嘛，骂也没用，我们只能接着玩逆风局。而且其实转念想想也没关系，因为这种人的出现也透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资讯，那就是我这个转型是必要的。我本来转型的目的就是想让对话突破同温层，现在会陆续有这样的留言出现，代表成功了。我会继续努力，请大家支持我。爱台湾的方式很多种啊，大家就各自在各自的战斗位置努力吧。波特王其实是变性的，我有证据，但我不说，所以请波特王拍视频自证了，谢谢。如果你不敢拍，就证明你心虚。这个留言的逻辑啊，我觉得很像小学生吵架。不对，说你是小学生，搞不好真的小学生还会不爽，会反驳说哪有那么蠢。我分析一下这位小粉的逻辑思路给各位听啊，他就是先丢一个指控，指责对方是变性人，然后说自己有证据但不说，接着把责任推回被指控者，明明是他讲的话，却要对方拍影片自清，这就是典型的转移举证责任，自己没拿出任何证据，却要求他人证明清白，完全就是逻辑谬误，既没有内容，也没有可信度，最后还补一句话来挑衅，说如果不敢拍，就代表心虚，等于把自己设了一个必胜条件，不管对方怎么回应，他都能硬凹，很无耻，但能治还用。那借由这样的粉红案例啊，我也用一样的方式回应一次，大家就知道以后遇到这种霸气粉红怎么回了。我有证据，你没脑，但我不说，请你自己拍影片，打开自己的天灵盖，证明你有脑啊！如果你不敢拍，你就是心虚，证明我说的没错，你真的没脑。波特王看了馆长，现在表示舔不到红钱很急，妈妈再爱我一次。我没有羡慕馆长，但你说到馆长，我就想到馆长说自己自费舔共还亏钱。还有最近这段中国人对馆长的评论影片，今天馆长展示了一个他在医院里面的脑部检查的图片，有没有看到这一块白的，这边不见了，所以我真的太酷了，我居然还活着。图片显示呢，他脑部缺了一块。但是我有个疑问啊，馆长是想告诉我们，他因为脑残才做中国人，还是因为他做了中国人才脑残呢？乳鸽的头一定要吃，头啊，头里面它有那个脑啊，就有它的脑子。是，吃完了以后人会变得聪明一些。真的吗？试一下。我已经做了全身健康检查，我只有脑残啊，脑有一点问题。我只能说可怜呐。那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再次感谢 Surfshark 对这个单元的支持。提醒各位，在留言区的部分，我会放优惠链接 surfshark.com/porterking 以及优惠码 porterking 给大家使用。有需要的朋友记得点选连结。我是波特王，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那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